在输电塔上安装大量人工鸟窝。乍一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确实近日在我国多地真实发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不担心因为鸟造成电网破坏吗？这里是知识天梯。其实电线杆上的鸟巢曾让我们头疼不已，因为鸟类在电线附近徘徊，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根据从2009年起的5年内国家电网的鸟害跳闸事件的数据公布，电网系统受损的高发地区分别有江西、宁夏、新疆、辽宁、福建等多个城市省份。可以说，鸟类对电网的破坏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发生。那么，鸟类都会对电网形成哪些种类的破坏呢？其实大致可以分为鸟体短接类、鸟粪类、鸟啄类、鸟巢类4大类。其中，鸟巢类损害是指鸟类在选择电线杆塔进行筑巢时，就近获取的较长的鸟巢材料，会减少架空输电线路间的空间间隙，从而导致跳闸现象的发生。鸟粪类则是说，当鸟类徘徊在杆塔附近时，形成的粪便一旦落在特定的位置，就会形成导电通道，导致输电环境受到影响，甚至直接遭到电力击穿破坏。而鸟体短接类通俗易懂，因为部分鸟类翼展后尺寸过长，飞行途经电力杆塔时，会导致线路阴阳极间隙距离减小，从而引起跳闸现象。鸟啄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像喜鹊、乌鸦等鸟类会对电力塔杆上的复合绝缘子伞群或护套设施进行啄击，从而导致设施损坏，引起跳闸的发生。从时间范围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冬春季节都是鸟害引起电路故障的高发时间，集中体现在4月、7月、3月以及11月。即使是一天的时间里，也有着损坏原因的不同。白天时鸟巢类故障频发，晚上则是鸟粪类故障居多，并且由于大部分电力杆塔深入居住人数稀少的山间丘陵，所以维修起来也特别困难。一旦鸟类对电力杆塔造成破坏，除了会引起片区内的跳闸现象，其实自身也会很大的概率上因为受到电力贯穿而无法存活。可以说，在我国架线送电的那几十年里，鸟害一直是一个让人不胜其烦的事情，并且难以形成非常有效的治理措施，最终只能够以最简单的掏鸟窝的方式来驱赶想要在电力杆塔上筑巢的鸟类。鸟害跳闸事件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发生，我们能否形成完善的解决鸟害办法的措施？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竟然是主动为其筑巢。电力杆塔因鸟类受损的现象，对我们来说甚至就像是不可抗力。如今这种做法会是引狼入室吗？支撑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有哪些呢？其实，如果让鸟类自发筑巢的话，它们会在输电铁塔上所有看起来平常的区域进行随机选择，而如今我们为其主动筑巢，则规避了那些会对输电铁塔造成损害的高危区域。就比如在鸟禽种类丰富的四川地区，其实该地区也是电力杆塔受鸟害的高发地。不仅如此，由于四川地势复杂，所以人口居住区域往往是非常集中的。但在高海拔的山地高原也并非无人居住，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会在附近架设输电塔。但在高海拔地区的鸟类中，其实大部分都不再是小型的鸟类，而是多了很多的猛禽鸟兽。这种鸟类的展翼尺寸会非常的夸张，而它们对鸟巢的尺寸需求也要比普通鸟兽更大。在这种情况下，高原山地上的输电塔就更容易遭到鸟害了。那为了避免鸟害事故的频发，无论是保护电力稳定，还是从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我们都需要去找到一个可以两全其美的方案。而我国近年来一直在推行的生命鸟巢项目，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有18个省份的23个项目点开展了试点计划，区域涵盖了从盆地到戈壁到高原的多种地势。从2016年截止到2023年结束，高原地区的人工鸟巢量已经超过了5000，由此安全得到发育的幼鸟超过了4000只，有效地保护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不仅如此，随着生命鸟巢计划的开展，我们也同时跟进了对野生鸟类的观察以及保护措施，
每个人工鸟巢附近都会设置一定的护鸟装置以及监测系统。虽然看起来这是一笔亏本投入，但实际上将大大降低解决成本以及可能存在的事故发生频率。这种解决方式不仅可以维护电力干塔的平稳运行，稳定的生存环境，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鸟类在此聚集，形成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趋势。为了避免鸟害跳闸事件发生，工人搭建了大量的鸟巢，这种行为是否会影响鸟类本身的筑巢能力？成本方面无法避免的昂贵投入又应该怎么解决？从保护电力输送稳定方面来看，人工巢穴确实是一个非常省力并且有效的方式。通过在不适合鸟类筑巢的区域设置驱鸟设施，并且在对输电塔影响不大的塔顶进行人工筑巢，双管齐下之下，鸟类将趋于本能地去选择在人工巢穴中进行生存与休息。从成本方面来说，毕竟地势复杂地区的电塔维修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人工筑巢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方案。但随着生命鸟巢计划的推进，我们不难发现，如今我国的追求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电塔设施，而且想要兼顾对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此，就需要在人工鸟巢附近增加更多的科技设施，用以监测鸟类的生活习性以及健康水平。这种高成本的投入，如果没有合理的分担方式，也势必无法走得长远。那这个难题应该怎么解决呢？其一，各地区可以增加对鸟类的宣传以及保护，通过引起志愿者以及社会各层面爱心人士的关注，分担保护鸟类而不得不投入的成本。其二，在一些特别地区也可以形成有组织性的护鸟队，在科技设备监测鸟类健康的同时，从地面上打击捕鸟害鸟的现象。即使成本问题可以解决，那人工鸟巢对鸟类的习性是否会引起坏影响呢？其实这个问题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鸟类筑巢的本能是从哺育后代中形成的。一般来说，鸟类会在高处利用干草、干树枝以及泥巴建造适合藏卵、幼鸟成长以及成鸟保温的巢穴，而所有这些与繁衍后代相联系的本能，基本都不会因受到外力影响而产生变化或者遗忘。这么看，生命鸟巢计划从对生物本身的影响来说，并不会对它们的习性以及野生的生存习惯造成不必要的困扰。而在实施过程中，昂贵的维持成本也可以通过社会分担的方式进行解决，并且这也能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可以说，人工鸟巢的搭建是一个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创双赢的行为。知识 TNT，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